乌俄战争开打以来，就一直有人指控说俄罗斯政府犯下了战争罪，但到底怎样才算触犯战争罪？被定罪了会怎样吗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战争罪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祺，欢迎来到深蓝智慧大辞海神秘名词大解析，献给有听没有懂的你。刚刚说到，自从乌俄开战以来，战争罪这个词就一再的出现在新闻里面，甚至美国总统拜登也说过，普丁是战犯。而在3月底，俄罗斯从乌克兰的布查镇撤军之后，就爆出有超过数百位的平民遭到俄军杀害，之后甚至传出其他市镇的状况可能比布查镇更加的惨烈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控俄军屠杀平民的行为是种族灭绝，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出炉，舆论持续发酵，各国也加强谴责力度，甚至各国的元首都纷纷的把俄军的行为定调为战争罪。但到底做什么事会触犯战争罪，又是由谁来调查跟审判的呢？真的有办法把普丁定罪抓起来关吗？不过在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呢，还是让我们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你有在经营品牌或是想要行销产品推广特定的服务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？很多人在购买产品或服务之前呢，都会先上网搜寻一下，而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有个专业的网站，能够帮助他得到需要的资讯，他就有可能成为你的潜在顾客。而且因为已经对你的品牌留下印象，之后还有可能主动找上门来。如果你想要这样子的专业网站，我们简讯设计就是最佳的选择。我们团队曾经拿下国际大奖，而且阵容完整，能够结合插画、动画以及互动设计，做出好看又具有独特体验的网站。无论你是想要卖东西，想要提高品牌形象，或者想要行销特定的活动，曝光某个议题，我们都可以根据你的预算和宣传目标，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。而如果你原本就已经有网站，但觉得该翻新整修了，也很适合来找我们合作。那欢迎有兴趣的公司、品牌们，还有行销伙伴们，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看看更多的详细介绍哦。简单来说，战争罪就是在战争中不可以做的事情。会出现这种概念，主要就是因为在历史上面，战争里往往会出现人类最不择手段、最残忍的一面。而基于这种历史教训，从19世纪开始，各国就签订了一些国际公约来规范战争时要坚守的底线，尽量的减少人类在战争中受到的苦难，并且保护没有在进行军事行动的平民或者是战俘。而在二战之后，又陆续有了很多战争罪的相关判例，所以在1949年过去的公约内容，还有国际间有共识的交战准则，都被纳入了日内瓦公约当中，也成为了日后定义战争罪的重要法典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蛮多国家也有订定自己的战争罪法律。在日内瓦公约的定义里面呢，战争罪的行为就包含了刻意杀害平民和战俘、酷刑、性暴力、劫持人质，还有掠夺和破坏平民财产、非法驱逐、进行种族灭绝或者种族清洗等等。而另外，公约里面也列举了很多不能动用的武器跟不能攻击的目标，来限制杀伤范围，尽可能的减少伤亡。目前有3种法院可以对战争罪采取行动。首先是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的国际法院，简称为 ICJ， 它可以对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做出民事仲裁，但因为它审判的对象是主权国家，所以没有办法审理个人的刑事责任，比如说是审判战犯。而且为了避免干涉各国内政， ICJ 也不能够自己立案调查，必须有国家主动提告。比如乌克兰呢，早在2月的时候就已经提诉，要求 ICJ 判定俄罗斯无权出兵。所以说呢，在战争罪上面 ICJ 也许有机会预防或阻止，却比较难真正的追讨犯罪。因此，联合国安理会也设立过特别法庭，专门审理某些重大的案件，像是1993年设立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，而1994年设立的卢安达问题国际法庭，就分别处理了前南斯拉夫内战还有卢安达大屠杀中的罪行。但这种特别法庭只有权审理一个案件，审完就会解散。但当时有类似的案件层出不穷，所以呢，各国也意识到应该要有一个常设的刑事法院来专门的处理。于是，在1998年，各国就通过了罗马规约，然后基于规约成立了国际刑事法院，简称为 ICC， 专门用来审判犯下种族灭绝啊、危害人类、战争罪或者侵略罪的个人。而且呢，只要犯行在 ICC 的管辖内，就可以主动的立案调查。那这个管辖范围就是有缔约罗马规约的国家，以及 ICC 有另外得到管辖权的国家境内，比如说是自愿接受管辖的国家，或是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让 ICC 管辖的国家。不过 ICC 跟 ICJ 或者是联合国特别法庭不同哦，它并不是联合国旗下的组织。
织，只是跟安理会有密切的合作。那虽然俄罗斯跟乌克兰都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，但乌克兰呢早在2014年就接受 ICC 管辖了，所以目前 ICC 有权调查乌克兰战争，而且也真的已经展开调查了。根据罗马规约的规定，缔约国可以向 ICC 提交犯罪的案情，或是由检察官主动提出，而 ICC 会先初步的检视，判断罪行是否严重，在不在 ICC 的管辖范围内，都成立的话，就会推进到调查阶段。像是3月初以立陶宛为首的39个缔约国就向 ICC 提案，要求调查俄军在乌克兰的作为，而 ICC 很快也就立案，也已经到乌克兰境内调查了。那立案之后的调查跟起诉工作都是由 ICC 的检察官负责，也就是说呢，要负担举证责任，包含这个证明犯罪的意图、提交证物以及受害者的证言等等。而检察官除了可以亲自调查搜证之外呢，也可以仰赖各国提供的案件证据。刚刚有说到，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战争罪法律，那如果某个国家的检察机构也有起诉战争罪的官司，那他们调查的结果就可能可以作为 ICC 审案用证据，甚至 ICC 检察官也可以主动请缔约国帮忙搜证。像是德国、法国、西班牙、立陶宛、波兰还有爱沙尼亚等等，就已经都宣布要针对乌俄战争展开调查。如果检察官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，也有了确切的嫌犯之后，就会发传票给嫌犯。那对方如果不肯出庭，就可以向法官申请拘捕令。而嫌犯在被逮捕归案之后呢，就会关押在 ICC 的拘留中心等候受审。而最后，如果真的有罪定验，那 ICC 可以判处无期徒刑、有期徒刑、罚金、没收资产等等的刑罚。只不过 ICC 只是法院哦，并没有自己的警察部队还有执法机构，所以在逮捕跟移送嫌犯还有执行这个判决的时候，往往要请各国提供协助。简单来说，从调查、起诉到定罪 ，ICC 跟一般的法院程序差不多，不同的地方在于法院的行使范围还有执法所仰赖各国之手。那么，到底有多少人被定罪了呢？过去的特别法庭一个案件就定罪了非常多人，比如说像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，当时一共有90人被判有罪。那相较之下 ，ICC 从2002年成立至今，一共起诉了47个人。那目前只有8个人被判有罪，4个人无罪开释，9个人还关在 ICC 的拘留中心，还有12个人仍然在逃。而至于剩下14人的官司，则是因为证据不足、当事人死亡，或是当事国家决定自己审理等等的因素，导致法院最后驳回、撤销案件，或是停止调查。那以还在调查阶段的乌俄战争来说 ，ICC 也很难真的把普丁定罪，原因就在于国际法的执行其实有不少的局限跟问题。从以前到现在，战争罪的审判一直很难推行，也有很多的争议。那原因主要可以分为2个面向。首先是法院审判的公信力问题。在2战之后，由纽伦堡大审、东京大审这类的特别军事法庭来追讨轴心国所犯下的战争罪，也有很多的战犯被判刑。但是很多学者就质疑，美军在广岛长期投下原子弹，针对人口密集的市区使用了杀伤力极大的核子武器，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，却没有相关人士因为战争罪被起诉。所以他们认为对战争罪的追讨呢，根本就沦为了胜利者的正义。因为在战争冲突之后，败者往往会有很重的惩罚，但是对胜者的惩罚不是很轻，就是几乎没有。不过到了现在，状况又跟战后不太一样。很多人认为现在的状况呢，比较像是强国的正义。关键就在于目前的3种法院都跟联合国安理会关系密切。撇开本来就隶属于联合国的 ICJ， 或是由安理会设置的这个特别法庭不谈，就连不隶属于联合国的 ICC， 也因为在执法上面有很多的限制，必须要跟安理会合作，甚至是部分调查资金也是由安理会提供的。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些法院都受制于联合国安理会的强权。那这种质疑最常见的证据就是，目前 ICC 起诉过的47个人全部都是非洲人。很多非洲国家就抗议，觉得 ICC 都只针对他们，却从来不办强国。不过不办强权除了是公信力问题之外，还带出了另外一个面向问题，就是法律的效力似乎鞭长莫及。而关键就在于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拥有的一票否决权。2014年，在联合国安理会上，法国曾经提议要授权给 ICC 去调查叙利亚内战，但这项决议最后被俄罗斯跟中国用否决权给挡下来了。而且5个常任理事国中，美、中、俄3国都不是 ICC 的缔约国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有不利于他们的案件 ，ICC 不能够要求他们配合调查，也势必不能够经由安理会提交给 ICC 调查。那就有人说，这样的制度呢，根本就是安理会的强国全身而退方案。那以乌俄的状况来说呢，因为 ICC 不允许缺席
席审判，所以如果普丁不配合出席，那就算 ICC 可以通缉他，也还是很可能抓不到人，因为普丁只要一直待在俄罗斯或者中国这些非缔约国，当地的政府就没有义务进行逮捕，那检察官也就无计可施了。人要是抓不到，连审判都进行不了，更不用说是定罪了。是苏丹的前总统巴希尔2003被 ICC 通缉之后，还在各国的爬爬照好几年，一直呢到苏丹发生政变，他被迫下台之后，新政府同意引渡，官司才终于在今年的4月初开庭。事实上 ICC 到目前为止从来都没有成功的定过任何现任国家元首的罪，而且每个案件从调查到审判，少说也要一个10年。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要对付战争罪，这些国际法几乎无用，因为他们很难阻止战争罪行的继续，顶多可以事后追讨，但也不一定会成功。最初战争罪会被写进法律，签订成公约，甚至成了 ICC， 都是国际政治局势的促成。但是这些法律同样因为受到政治局势左右而无法真正发挥作用，所以我们觉得正义跟政治好像变成了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，觉得蛮感慨的。但如果要说现在的国际法跟法院在处理战争罪上面完全没有用，我们觉得也未必。以乌俄战争来说，虽然目前应该办不了普丁哦，但现在国际法可以做的就是肯定乌克兰有权自卫，并且让各国可以合法的干预这场战争。此外呢，战争罪也没有诉讼时效，事后呢或许还是有机会让普丁绳之以法。但不管最后罪定不定得成，法院的调查也会造成间接的影响，像是进一步的把聚光灯打在这些罪行上面，提高案件的关注度，同时也能够凝聚国际社会间的共识。那么其他国家就有理由可以表态，甚至做出相应的外交制裁。而在这种外交压力之下，犯罪的一方可能就会选择减弱力道，甚至就此停手。此外，预期到会有这种压力的话呢，可能也会有吓阻犯罪的效果。不过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点，可能是在调查当中会搜集到很多证据，而这些证据不止日后或许有机会在法院上面派上用场，也能够帮助大家厘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，并且呢证明受害者的经历，然后作为一种历史记录保存下来。那虽然目前在国际法上感觉还有不少的进步空间，不过这个议题真的很复杂，所以欢迎有相关背景的观众留言跟我们分享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参考我们在资讯栏内里面列的这些验证资料。那最后想问大家，你觉得追讨战争罪真的有意义吗？ A 没有，只不过是在事后抓战犯，无法阻止罪行的发生，也无法减少伤亡。B 还是有，就算不能够阻止战争罪的发生，事后究责也很重要，没正义就没有真正的和平。C 目前没有，因为根本管不到强权，那法律就形同具文嘛，起不了实质的作用。D 其他请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战争罪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人道救援以及转型正义。那么今天的志祺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